好，那另外一個就是現在 AI 的產業發展的時候，那有人開始算啊，就包括經濟學人，我看你也對經濟學人很大的批評。他說，台灣也沒什麼嘛，台灣現在只在 AI 嘛，那除了 AI，其他都很慘嘛。那如果你扣掉 AI，那其他人過得是很糟糕的啊，他只是落後的啊。我先講一下，這個是有兩件事情。說你扣掉會漲的股票，全世界的股票其實都是跌的嘛。它是一種套邏輯啦。就是說你不能說它錯，但是它是一個廢話。對，它就是一個廢話。那台灣其實是有，台灣最近這2年，我其實也一直在講，台灣現在的問題不是在成長，我們的經濟成長因為搭上 AI 這台列車，就橫衝直撞。就我們現在到10%了。對，應該會10%了，10%以上，應該會橫衝直撞。所以台灣的問題是在於分配，我怎麼去分配這些公司？那第一個當然就是說，我覺得產業自己要加油嘛，就是說有一些產業，那你還是在用原來的東西的做法，你還是看着這個中國大陸的技術和市場，那你大概率就是會被中國大陸那邊取代，因為中國大陸本來就是這個樣子。那政府也提到說，這要 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要讓 AI 落地啊，讓每個產業透過 AI 去做這個調整啊，或者是翻身啊，這個當然是我覺得是一個重點。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有沒有機會透過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改變，讓一些傳產上來？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最近這個證交所提的一個指數叫普裕指數，那普裕指數你去看前10檔，大概9檔吧，8、9檔都是很好的傳產股。那你提這個普裕指數要幹嘛？你就掛在那裡啊，普裕指數沒有用嘛。對啊，你有什麼誘因讓大家去買？沒有嘛。所以我們的政府就是說，一個部門提出一個政策，很好；這個部門提出一個政策，很好，都沒有辦法落地嘛。那個橫向的地方沒有接起來。我政府要去透過一些橫向的東西，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今天你說普裕指數裡面有很多股票，這些股票是好的，那你假設了你說那些壽險公司很多錢嘛，你讓壽險公司來買這些公司做投資，做長期投資，那給壽險公司這個 RBC 的折扣，那壽險公司就會來嘛，那錢就會進來嘛。要有誘因，對，要有誘因嘛，不然你光設計一個普裕指數，它就會漲嘛，不然呢，不會動啊。我其他的漲更多，因為這是比較的，我漲更多，對啊，你的體質好不好的問題啊。是啊，我為什麼要去買這個？就像我也覺得很多金融股賺的很多啊，對啊，可是你就是不会，你漲的不會比 AI 的更多， AI 的更多啊，所以而且你要想一件事情現在這些股票很多股票都漲很貴，那有一天如果回檔，那大家都會受傷嘛，受傷又回來罵政府嘛，對不對？那你正应該開始去想說，那這些股有一些太貴的股票，它其實有沒有機會把這些資金引導到這些傳產，那是非常好的公司。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比如說有一些傳產的大老闆現在開始在提倡但是你看台灣這個電子股裡面有一個公司很厲害，叫國巨啊，全世界併購，全世界併購，還有併購。那傳產有沒有這樣的機會？有一些傳產的老闆就開始在想，那我們要不要去那政府要不要去想說，那我要不要給傳產這些公司，因為它的股價太低了嘛，你要先幫他把股價拉起来，他才有能力去併購別人嘛。那股價拉起來之後呢，我們再給他一點誘因你如果去併購，我給你一些租稅的優惠他們這些人都很聰明那這些人如果給他一點點機會，他其實也可以，說不定也做得比這個我們的電子股這些相關的這些個股的老闆做得更好嘛。政府要去想在分配這條路上，我們要做點什麼事啊？我知道現在政府也很急啦但是他的分配就是發錢嘛，對啊，就是發錢嘛。那發錢這種東西呢，其實最麻煩。你發給人家拿到的時候，一瞬間高興一下下就沒了，之後就忘記了。对，所以發錢不是一個好的建議啦。所以要去想一想，說怎麼去把分配這個點做好一點。你覺得政府現在沒有好好在做這件事嗎？不能說沒有，就是說他們做的方法都是以前的方法。你1萬點用這種方法。OK 了，4萬5用這個方法不太一樣因為那個沒賺到錢的人仇恨值很高你要想想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了。你剛剛提到那個賺錢不賺錢，我覺得很妙的是這一波賺錢的，你曾經有一個理論，你不要用現在過去的眼光來看現在，或者用現在的眼光去看未來。那你說你永遠你拿出一個錯的地圖，永遠到不了目的地。對啊，這一次的 AI 的這個世界，甚至以台灣目前的這個處境，就台灣的國際地位，其實都已經是一個新世界，一個新地位，你要有新眼光。可是很多人還是用舊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有人賺不到錢，有人非常憤怒，甚至有人
做了非常錯誤的判斷。對，你可以看到最近很多少年股神，少年股神。那其實少年股神這個想法我很可以理解。我在大概97、98年的時候我就進台股，我那時候在念大學，我就在做台股。我們在聊天就講到財訊快報，我那時候在看財訊快報。那個時候我去買股票的時候，我媽就問我說：“那我買什麼股票？”我就跟她講說：“我那時候買台積電、聯電、鴻海。”然後我媽就說：“那什麼股票？哦，你怎麼沒有買那個？感覺都沒有什麼資產、啊，對啊，沒有資產啊。因為他那個年代就是買資產股嘛，他那個年代也是買資產股啊。所以新的時代出來的時候，就是你要對這個新的產業了解的人，你才能夠真正賺到錢。那很簡單嘛，以前所有人就覺得12682就是個天險。永遠都過不去。當你過了12682，到了2萬點的時候，哇，好貴好貴。你在2萬點的時候覺得好貴好貴，你在3萬點的時候覺得更貴很貴。你現在4萬5的時候，你還是覺得很貴很貴，那你永遠都不會進去嘛。你永遠就覺得不進。我前幾天跟一個投資公司的人在聊天，那幾個投資公司的人都年紀跟我差不多，再大一點。那他們投資公司呢，這2-3年都是年輕的操盤人賺到錢。那個比較有點年紀的，這個信奉價值投資的。全部都沒賺到錢，都在寫報告、檢討報告。但是呢，他們畢竟還是比較年輕。寫完檢討報告之後，一轉身我就加入那一邊去了。那有時候這個年輕的思維呢，他比較活，他對這種未來的東西他看得比較清楚。我再舉一個例子，我以前有一個同事一開始是研究員，後來他跳槽到這個軟體公司。然後我前一陣跟他聯繫，他說他最近他們的公司在做這個 AI 的 project 的引進。然後他說他引進之後，他發現哇不得了，那個對 senior 的這個工程師來說，一個月燒2000塊的 token，$2000的 token 可以不要去照顧這些 junior engineer 的情緒他覺得太開心了。現在年輕人又需要很多情緒價值嘛。我們老人不太會照顧人家情緒價值。那我今天發現，我直接跟 AI，他做錯，我直接罵他，他還跟你說謝謝，然後還沒做24小時，而且我現在說改就改，對他很開心，他覺得說這個非常好。然後我這個年輕的同事，他大概就30歲，他說他引進了這個 project 之後呢，他把他全身，他引進了大概一半的時候呢，他就把他全身家拿去買這個費半，就去拿知道這個好處了，對，他就發現說。這個不得了，這個是真的，這個是真的。對，你在外面的人，大家就覺得說這個感覺很貴嘛。但是你看年輕人在 involve 在這裡面，他說哇，這個不得了，太好用了，這個是真的。就是說，你看那些 senior 的這個 engineer，他們光透過 AI 來做事，他等於他自己變成3頭6臂。他不用透過別人變成3頭6臂，他一開始要帶一個 team 嘛，他現在帶一個 team 全部都是 AI，而且這個 AI 這些人就是每一天都很乖。都不用照顧他的情緒，那我們就來做這些事情就好了。所以世界是變了，對啊，只是世界變了，你有沒有眼睛看到這個世界在變？是啊，因為最近很多人把那個 Peter Lynch 的這一個舊的談話拿出來，我覺得他講的非常有意思。他說，其實你不要去搞那個什麼這個線圖啦，你不要搞那個什麼那麼複雜的這個什麼財務的。他說，重點在於那個公司的經營。那個公司是不是有一個非常好的經營？這個公司是不是有很好的這個財務的狀況？是不是有很好的這個經營的策略？它是不是有很好的發展？你去了解公司，比你去了解那些技術線型來得更重要。那很多人就是看到對，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從這個角度你就不會去鎖在它的股價，而是說你剛才講的我的這個營收，我的這個所謂的成長，我在這個市場占有的地位，那你的想法會完全不一樣。當然了，主要是看那個團隊了。一個經營公司，它團隊它的 vision 在哪裡？对，比如說為什麼 NVIDIA 一直都是一個很 tough 的公司？其實很多人也跟我講過說其實 NVIDIA 裡面也是跟一般台灣公司的什麼美國公司差不多，也沒有特別厲害。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個 leader 就是特別有 vision 嘛，他看得比較遠嘛。這2天黃仁勳一開始上半場講什麼？講邊緣運算，講他們要把 Agent AI 帶進來，講到他們的一些策略。下半場講 Cosmos。講到他們要怎麼去訓練這個 physical AI 落地那他們已經有怎麼樣的計劃，他講得非常清楚嘛。那你就會知道說他不是在畫唬爛嘛，對，他講的是真的嘛，他已在做了嘛，對不對？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啦。我就是說，你第一個你要有想法，你要有團隊，然後你要有落地的計劃，然後你去看他落地計劃執行的怎麼樣，比如說他們這個 NVIDIA， 他跟 MediaTek 要做這個所謂的這個 RTX Spark。
這個其實從去年就開始講，然後去年開始講，喂 delay， 那它終於它不是消失了，它是不完美，但是今年終於出來了。那出來之後可能9月就要開始問世了嘛，你就會知道說這個公司其實是有一步一步在落地的。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也非常好奇一個是，黃仁勳跟台灣綁定的這麼牢靠。那昨天我也跟黃清勇聊天，他說他跟黃仁勳聊，他覺得一個非常驚訝的是，黃仁勳對台灣的產業鏈、對台灣所有的生態、所有每家公司，他都了若指掌。那是一個正循環，還是說那它是一個刻意挑選的結果嘞？我覺得你如果不能夠理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受到庫克的影響。我覺得庫克上來之後，對美國對供應鏈這件事情抓得很緊。這個讓整個後來美國整個公司，尤其是這些大公司，他們對自己的供應鏈管理就是非常非常的在意。就是說，第一個我要讓供應鏈緊隨我，但是我又不能讓供應鏈綁架我。比如說每一個環節，我希望做到什麼程度，但是我又不希望說每一個環節都控制在一個供應鏈手上，我可能就會引進 second source 啊。這個我覺得這個供應鏈很非常的這個環節，我覺得跟庫克很像。我覺得庫克是帶來了美國大公司對供應鏈理解更深入的一個影響性。因為没有這個供應鏈，蘋果不會賣這麼多手機，是它不會變成這麼偉大的一個公司。對，它是把所有賈伯斯的想法能夠大量落地的人。對你很多人對庫克很不滿，我也對庫克很不滿，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現在蘋果手機沒以前好用了。如果以前賈伯斯在的話，蘋果手機應該不是長這個樣子。但是賈伯斯就是一個飛在雲上的人，你總是要有人把他的想法落地。我覺得庫克就是扮演那個角色，他就是把整個供應鏈每一個環節都能夠做到位。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呢，其實讓現在這個算是黃仁勳給黃仁勳，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去問他這個問題，就是說他應該給他很大的啟發。所以我覺得黃仁勳對供應鏈的理解之深入，我覺得非常有庫克的影子。所以他很厲害，我有一個賈伯斯的 vision。我知道我的 AI 要怎麼走，可是我又有庫克的手腕，那剛好，那他這個合作的對象那就是台灣。對，可是我在問說，那台灣有可能被取代嗎？因為他現在都在台灣，那難道台灣就可以一直安穩的吃這行飯嗎？我就吃這口飯嗎？我不用被擔心取代嗎？我看到其他很多國家，包括像美國，現在他們也虎視眈眈想要取代，沒有辦法取代嗎？這種只能說你領跑的人，你就只能一直往前跑了。你其實你不需要一直往回頭看啊，就是誰會追上來？你如果一直回頭看，你大概率就被追上了。你只能一直往前跑。比如說，那下一代、世代是什麼？就是 physical AI 嘛。台灣現在其實有很多 physical AI 的公司也開始冒出來了。那包括 SpaceX 的供應鏈其實也在台灣。其實你就是一直不斷的往前跑。那就像台灣過去從冥王星、海王星一路跑到水星一樣，我們會不會有一天，我們變成太陽的一部分？這個可能是我們要做的一個目標了。好，可是你像這樣跑的過程裡面，黃仁勳前一陣子有一個反應讓我有點印象深刻，大家講說能源的問題，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客氣的人，可是他那講到那個時候，他就講到 maybe， 然後呢，後來別人在追問說，我們的政府已經講了能源沒有問題啊，我們的能源絕對足夠啊，我們的這個絕對是可以夠用的。可是黃仁勳還是講了一句 maybe， 所以其實這個能源的部分，其實你剛才講我要往前跑啊，我不但是要去這個生產 AI 啊，我要運用 AI 啊，我不但生產 AI， 我要變成把 AI 這個資料中心這個所謂的落地化，而且你剛才講我現在用到這個 VR Rubin 會好之後，我這每個 token 的那個用電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啊，我若往前衝的時候，那台灣現在這個基礎設施是會被人家質疑嗎？我覺得首先要分兩段哦。我覺得黃仁勳大概率是搞錯，然後台灣的政府其實跟黃仁勳基本上是雞同鴨講。對電力的需求有兩段哦。台灣現在是製造 Vera Rubin 需要的電是足夠的，這個部分我同意了。你覺得製造是沒問題？製造沒問題，但是實際上呢 ，operation 是很耗電的。如果我們今天把一台伺服器抓出來然後一直丟那個最耗電的這個大語言模型在那個伺服器上跑。然後一堆人每天24小時去用它，然後一直用到它這台這個伺服器呢，就是會計價值歸零，不是實際上報廢，就是會計價可能7年歸零的話，那這個用電量大概是製造這台的40到75倍，這是我們內部 roughly 抓的
40到90倍，對不起，我講錯，40到90倍電力对用電。那現在 operation 其實是在美國，对，所以美國電將來一定很需要。那現在問題來了，台灣要不要成為 operation 的中心？对，我們製造電力這一塊，我覺得政府說的並不是謊話，就是製造供應鏈這一塊電力大概率是夠的。那我們要不要成為 operation？ 我們政府也在講說，我們要成為繁體中文的這個 AI 的中心嘛。那我們要不要將來有一些資料要放在台灣？這樣子我們在跑的時候速度會更快，什麼之類的。如果台灣不，然後我們要講說我們要百工百業都用 AI 嘛。好，那如果你要變成 operation 的部分，那這個可能是不夠的。這個電可能還需要再更多。所以我還是說這個政府你不要用，你開車不能只看後照鏡啊，你還是要往前看。就是說，我現在往前看的時候是。我用後照鏡看，我製造都沒問題嘛，台積電擴廠1倍我都沒有問題嘛，對不对？但是我往前看，我可能要變成 AI 的 operation 中心的時候，這個電力夠不夠？這個是一個問題嘛。那這個可以要內部可以去考，他們內部可以，政府內部可以去討論一下。其實我覺得賴清德知道這個問題，我也覺得我們的左榮泰也知道這個問題。可是現在比較麻煩是說，他們當每次要點出來一點點，說我要用一點核電，或者說我要用新的這個 SMR 這個是新的這個小型模組的核電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那個我覺得現在是政治上的壓力壓着他們有一點不太敢動彈。就之前神主牌抱太緊了嘛，現在要把神主牌放下來嘛，可能沒有把一下子放下來。因為我觉得賴清德多多少少已經暗示這一個東西。其實我覺得現在的總統跟的行政院長都蠻接地氣的，就是我們。就是工商界跟他們接觸都很接地氣，而且這些工商界的大佬都很積極在跟他們講這件事情。那我覺得他們要去回頭去面對他們自己的压力，就是說這些政治的壓力。但是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這些對核電這個最激進的這些人，其實很多時候是跟他們的政黨的支持的最核心的支持人是重複的，所以其實你不理他也無所謂。我懂，你最後還是會過來。對，你不理他其實也無所謂了，但是就是說你要讓人家這個有點這個，要緩衝的，對，要緩衝的時間，你還是安慰人家，要給他一些情緒價值之類的，等等大概是這樣子。那我們最後一個就是，其實我剛剛講 AI 其實改變台灣很多，改變台灣的這個所謂的生態，我覺得它也改變了台灣的產業。我覺得把台灣的產業不止升級一級，升了好幾級，要把台灣變得很重要。那台灣在重要了以後，我發現它不是只有產業上的重要，它在台灣的國際地位上的重要。包括你像這一次的這個所謂的台北電腦戰，你是包括義法半導體也來了，很多大公司也來了，而且很多國家的也來了，國家都來了，都明面上看不到，私底下偷偷都來了。中東的主權基金也来了，都来了。所以我很喜歡你講那句話，你用舊的眼光，你看不懂新世界。現在我覺得再怎麼去談說，那台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新世界？台灣到底影響到什麼地位？因為台灣人很沒安全感啊，我們都覺得我們是亞細亞的孤兒啊，我們覺得我們永遠被拋棄的啊，我們都覺得我們永遠是無足輕重的啊。可是你如果按照現在的狀況來講，台灣已經非無下阿蒙了。這個就是我說這個台灣目前為止需要建立一些對自己的自信。這個很像當初日本當了日本第一之後，日本要寫很多書在提說自己日本第一這件事情。當你一個人還要一直在提醒自己是要怎麼樣當第一名，鐵定當第一名當不太久。所以台灣要有一些對自己的自信，要有一些对自己的這個榮耀感。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讓全世界知道說，我們其實是在 AI 這個核心最核心的這個基礎上面，我們其實是跟美國的利益是綁定的。其實並不是那麼大家想象說那麼容易被取代或被當成籌碼丟出去的，因為美國把我們丟出去就等於在自殺了。對，他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啊，所以我們其實內部要有一些更先進、更勇敢、更有自信的想法，就是要請他們多看這個寶傑哥的節目。沒有看，所以你就特別提到一點說，像川普的關稅就很妙，他表面上好像一直要把台灣賣掉，或者對台灣很不利，甚至一直很討厭台灣，台灣偷了我的晶片。可是事實上，他在很多政策上面，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友善的、啊，是非常有利的。15%，你現在甚至有些同旅都已經免關稅嘛？對啊，都免關稅了。对啊，所以就是要試着去看事實啦。就是經濟學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說，人是看腳投票，人是用腳投票，用腳投票，不是用嘴巴投票。嘴巴講的不是，你要看他實際上的作為。川普就是
就這一點很顧人怨嘛。對，就是壓叫各被壓尾啦，對，他就是明明就是已經占你便宜了，對不對？然後還要嘴巴上還要酸你一下啊，对，大概就是這樣子啦。然後我觉得你去看川普的作為，哦，其實川普每次說我跟他是好朋友，那是壞話啦。對啊，每次在酸你的時候，其實反而端出來都是好菜啦。哦，所以其實我覺得你要看那個他端出來的東西，而不是看他的嘴巴啦，不需要去看他講的話。所以博士你就講，這個東西有點難，就是台灣現在第一個你要了解國際，你要了解美中，你要了解產業，你才有辦法在這個台灣這樣的安身立命。台灣這個小國家不容易。哦，這個也是後來為什麼我們後來常常被邀請去談國際情勢，就是說以前國際的學者來台灣，主要是要了解台美。台灣跟中國那海峽兩岸的關係，那現在他們切入的點都是從產業來切入，想要知道從產業合作這個角度上，那美國跟台灣的關係是什麼，是怎麼樣的綁定？那這個會影響到美國怎麼樣的決策？那因為美國就是這樣做決策，對，美國現在就是這樣做決策，所以就是變成說，現在搞得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好像有點不務正業，跨到這個國際關係來這邊，其實不是啊，就是說因為。台美的這產業結構綁定太深了，以至於已經深刻到去影響到他們國務院在做所謂的國際情勢的判斷和決策了。這個已經綁太進去了。有這麼深嗎？對，綁那麼深。你可以看到說，現在每一個美國總統旁邊都有一個科技管制的相關的這個大官，也是這些大官都是非常高學歷啊，然後對這些產業那個了解非常非常深入。我覺得這個其實對整個美國跟台灣跟美國跟中國的關係是影響非常深刻的。那除了這部分，我剛才講，摩根士丹利特別在這一次台北電腦展之前辦了一個活動，就是那個台北 AI 的這個展覽。那我看到他們的那個專訪，天下做了一個專訪，他特別講的是說，美國現在這些創投，美國這些的對沖基金，他們對台灣，除了我知道有一個台積電非常好，可是我也想知道你整個產業生態鏈，他們真的對台灣現在不只是想要了解台灣的台積電，我對整個台灣的生態鏈，我真的。對美國的投資界，對美國的華爾街，他們也都非常希望了解，而且甚至會把這個資金這個弄到台灣來嗎？應該是就我們的理解，其實現在這個包括美國的這個在台協會都有受到這方面的諮詢，對他們應該都有相關的諮詢在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因為這個畢竟還是台灣以前。對美國來說，可能就只知道一個台積電嘛。其實後來發現說，不是啊，你光只知道台積電沒有用嘛，你要知道台積電的供應鏈嘛。那大家也發現說，NVIDIA 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就剛剛你講的，它有賈伯斯的 vision 之外，它有庫克的手腕嘛，它可以對這個供應鏈從上到下就是做一以貫之的貫徹的。那這個貫徹的過程當中，其實就有很多投資的機會。那其實。美國的這個華爾街都非常聰明的人了，他一看就懂了，說，黃仁勳這麼幹，我們也去看一下。所以我覺得這個以後會是一個趨勢了，這個不會是短期的，這個會是個長期的趨勢。好，那就像李博士很有名的一個理論，就是其實台灣現在已經非無下阿蒙。過去如果你把全世界的這個所謂的生態系、產業生態系，太陽當然是美國。但台灣以前是天王星、冥王星，非常邊緣。可是經過30多年的30-40年，我們深具教訓，慢慢爬到這個最接近太陽的位置。好，那問題來了，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自信？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自覺？我們有沒有辦法用新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而且你要了解這個世界，你才可以找到你的定位。這就是我常常看到李博士寫文章，不斷的去鼓吹，不斷的去說明。你要去了解你的定位，了解世界，你才可以做一個正確的判斷。非常謝謝李博士，謝謝大家。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
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对台灣的商業、对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们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